们讲到什么是曼德拉效应嘛，那这集呢，我们就来讲什么是快德拉效应。快德拉效应是什么？讲完慢的讲快的，慢的讲快。好，我们这集来讲什么是快德拉效应。没有快德拉效应。上集我们讲什么是曼德拉效应跟平行宇宙，那这一集我们就会讲的比较深一点，因为上一集好像很多观众听了都还是不明白，到底什么是平行宇宙？我怎么有点脑袋打结的感觉？所以说是有很多个我吗？那我从另一个平行宇宙又跳到了这个平行宇宙，那上一个平行宇宙的我还存在哦，他在干嘛？其实脑袋打结才是正常的。如果脑袋没有打结，那就不是正常人，那一定是不是有问题，就是高人这样。因为平行宇宙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线性的概念，就不是我们存在在这个宇宙应该会有的概念，所以它就是跨宇宙的。那我们的信念如果是很一致性单轨迹的这种方式前进，根本是完全不能理解平行宇宙的才对。如果我们能理解平行宇宙，就等于是我们随时能够跨平行宇宙了。因为这个概念是超越我们线性的想法的才对。如果没超越线性的想法我们就没办法跳平行宇宙了。跳平行宇宙的关键就是跨越了原本我们的思维模式，跨越了原本我们的信念系统，才能够跳平行宇宙。那什么是线性的想法啊？另一个想法是什么？线性的想法，所谓线性想法就是线性就好像一直线这样有一条轨迹，一条轨迹的。我们上集有提到说，我们平行宇宙，我们现在正在 A 轨迹上行走，这是 A 轨迹，这是 B 轨迹。当我们的信念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跳到不同的轨迹。那这个跳的它的契机怎么样才会跳呢？这先讲到命理好了。命理，先从命理开始稍微提一下，紫微斗数啊、八字啊，然后这些什么子平论命啊，什么为什么可以去计算我们人生的轨迹？然后在哪一点会怎么样？然后会发生什么事？甚至有的是可以算到流年、流月、流日，还可以算到流时，就是连这个小时会有什么命运，会有什么大概的状态，它都算得出来。结果好准啊，怎么回事？那怎么来的？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它会有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不是说，我们已经抄好我们这辈子要干嘛，然后来到这边，然后照那个时限这样，然后就照表抄课，然后第一节课上什么，第二节课上什么，不是这样，而是我们的信念存在我们的阿卡西记录里面，它会变成一种惯性。就是当我遇到一个情境的时候，比如说有人骂我胖，那我胖子。竟然骂我胖，气死我了！如果我是这样的反应这是我固定的反应。那这个反应我下一次碰到我还是会这个反应，就是这个反应是我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反应。那我们人生遇到任何的情境，我们一定会做什么反应？这个就是一种惯性，就是我说的惯性。那这个惯性不是我这一辈子有的，而是从上一辈子可能就已经带来了。为什么我们会有 DNA？DNA 里面会有很多记录着许多的特性。那些特性我的个性我的反应什么这些东西全部写在里面，那写得好好的。那为什么移植心脏，然后下一个人突然有不同的个性，然后或者有不同的领会什么那些东西在哪里？写在 DNA 上面。DNA 好像一个记录这样，就把我们的个性什么全部都写在里面，包括我们连遇到什么事情有什么反应它都是一个数据。那如果说可以跳平行宇宙，然后整个信念都不一样，那不就代表说 DNA 其实是不存在的吗？不是，那 DNA 也变了。DNA 也变了。所以搞不好你从2条变3条、4条，然后上面数据也都不同，都有可能。那这样子 DNA 还存在干嘛？那就不重要啦。DNA 重要它就是你现实当下的一个记录表就是在这个当下你的存在的数据什么，它就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人物的数据一样你魔力多少，然后什么多少，然后你的战力多少，你的力量多少，智力多少，这些都写在数据栏里面。DNA 就有点像一个数据栏，只是没那么简单，它数据太复杂，就是这样，它就像一个数据栏这样，就是人物数据表。所以是跳平行宇宙改变 DNA 那不只改变的是 DNA，改变的不同的宇宙也改变了我们在那个宇宙 DNA 的列表周围。那怎么样才能跳平行宇宙那现在就来说怎么样才能跳平行宇宙。刚刚说我们会任何反应都是固定的，就是每个人他遇到什么，
我看到有人怕蛇，他看到蛇一定会吓一跳，从来不会有例外，他不可能看到蛇，蛇好好玩哦，抓起来玩一下，闻一下哦什么味道，不可能，他怕蛇就是怕蛇，你叫他有这种反应就不可能。那他碰到什么状态，他就会有什么反应，这变成一种千篇一律的固定了。每个人就是这样子。那在这种惯性之下，我们会显化什么，也会变成固定的。就是当我碰到这个状态，碰到这个现象，我就会把它怎么看待完之后得到的结论，我又把它存回我的阿卡西记录。回存的那个一瞬间，我同时有另外一个能量就去显化下一次发生。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下一次怎么发生，在这个当下已经决定好了，因为我这时候是怎么看待的。那所以这个下次就变成固定啦，就是已经照这样显化已经发生。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当下是这样看待事情。那我这个当下为什么这么看待？因为上一次遇到类似的事情或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是那样看待的，所以这个轨迹就变成是固定的啦。你不是说每个当下都在跳平行宇宙？每个当下都在跨不同的点。那些点如何去形成它的一个轨迹？其实点是跳来跳去，就是所谓的平行宇宙，它不是一条直线，它可能是这样。你按照每一个节点呢，你会到哪里去是固定，就是你到了这个节点的时候，你不可能向右，你一定向左，那就会是这样走。那这个就会是你的固定的一个线，那每个人有他固定的线，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固定的线，就是一个固定的线。但是它是你看起来它就像跳平行宇宙一样，就是跳来跳去的，它不是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按照你的个性，然后去，我们每一分每秒都在显化我们以后会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会显化以后会发生事情，这个是不是固定的，就变成是看我们有没有办法从信念中解放出来。因为我们信念如何看待眼前的这个现实，那如何看待这变成如果是固定，我们就被锁在某个轨迹里面。但是从信念里跳出来，那不是也是固定的？我就是固定在这个时候一定会跳出这个信念，然后不怕蛇。跳出来之后就有千百种选择，而不是一个选择。原本我们看到蛇一定会怎样，那只有一个选择。就像我之前解释说，杯子到底是什么？杯子喝水的啊。那所以我对它只有一个解释。那这个解释会造成我对这个信念就是一个固定的。但是我跳出杯子是什么这个信念的时候，杯子就可以是武器，可以是盖子，可以是什么？那这个就变成我所有信念就是活的。而不是处在一个被锁在某一个东西的状态。那为什么像我喝死藤水，然后我能清楚知道我跳平行宇宙了？你又说每个人当下其实都在跳平行宇宙，而且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就是每一个人在他信念转换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他跳了平行宇宙。他认为那个是正常，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轨迹上运行。那你跳到另外轨迹的时候，你不会记得这个轨迹是什么，你就是在那个轨迹。那为什么我记得原本我在哪个里？所以现在曼德拉效应就是很多人会记得，奇怪，之前好像有事情不是这样，结果现在变成这样。这个就是一个，当你的振动频率提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接触到有很多事情，你曾经发生过或的记忆现在不同了。那是因为你超过了某种频率，你会感应到上一个节点的事情。那你在喝死藤水的时候，你那时候振动频率是处在一种很高的状态，所以你能够记得某一些事。但是对于一般并没有在喝的时候的人，他可能就不会记得有相同的事情。也不一定要喝啦，就有些也不一定要喝啦。对啊。那有人问说，所以你喝死藤水，然后跳平行宇宙跳到这里来，之前你那个平行宇宙的你到哪里去了？你所以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很多分身嘛，就是无限个版本的自己，所以自己有很多分身。我这样，我讲一个电影情节好了，或者说一个故事。现在有一台时光机，然后你坐着时光机回到5年前去，然后找到5年前的自己。那你看到，这个是19岁。5年前。5年前，那就14岁。14岁。你看到14岁的自己，那你看到自己，然后你过去跟他打招呼，嗨，然后他也跟你嗨，我是未来来的你这样。这时候你的视角站在哪里？你会知道，你是这个19岁的自己，然后你会知道，我现在是这个自己。但是你会有那个14岁的你的视角吗？不会，就是你没办法从他的视角反过来看你自己的你，或者看到别的世界。没有，你是还是从你过去的这个年代的你去看到他
所以19岁的你，你看到14岁的你，你还是从19岁的你去看待世界，你没办法用14岁的你去看待世界。如果是分身，那你是不是应该同时具有他的视角，也同时具有你的视角？不能这样吗？可以？没办法啊。为什么没办法？谁有办法？没有人会是这样子的，没有人就是没有这种可能吗？你不是说可以？这种可能是八地菩萨的视角，不是人普通能够进行的视角，就是人不会开2个以上的视角在同时进行。这种视角是以后会讲到八地菩萨他具有什么能力，那个就很深啦，那个就很深了。之后的影片会越来越深，这样。百千万亿化身就是同时可以开多视角，多视窗进行多游戏。就目前没有人能做到的。光谈一个平行宇宙就很难理解。对啊，光谈一个平行宇宙，大家就什么听不懂，打结了，你们所以刚刚提这个只是用来肯定说，其实我并不具有那个14岁的你的视角，你只有一个视角，就是19岁这个。那我看到那14岁的自己，他真的是我吗？他就不是你，他为什么不是你？因为如果是你，你一定正在使用他的视角，你这现在正在觉察的这个就是你。我们一直说觉察的就是真正的自己，觉察就是真正的自己，所以我觉察出去这个视角才是真正的自己。就算我看到一个一模一样的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站在面前，然后说他就是我的分身，我还是不可能是他的分身。为什么？因为我的视角就是只有一个，我是从我的这个视角往外觉察的。只有一个啊，哪有2个？试想一下嘛，假设说现在当下有2个巧巧，有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我，然后再抱着墨子，然后再抢墨子，我觉得不会觉得那是我，就觉得我就是我，我先来的，你是谁啊？你怎么跟我一模一样？你就可以这样？对啊，对啊，我就是巧巧，我才是巧巧，你怎么能说你是巧巧？你不要凭你跟我长一模一样，你就可以说你是巧巧。没错啊，搞不好。然后我就跟他吵架，直接是以后是用DNA 复制的，然后直接复制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你，然后要用来取代你，但是它就不是你，为什么？因为视角只有在你自己身上。对啊，如果巧巧是有那种吃醋的心很重的，就是大醋桶，这样，那我们2个就会吵架。你要选哪一个？那你怎么办？你也很为难吧？你会选谁？不会啊，怎么会为难？不管怎么制造出来的，它就长得一模一样，灵魂就不是同一个灵魂，不会有你的灵魂又分出来，那只是你的细胞或 DNA 分出来，那它灵魂就是别的，我不会认错灵魂，就算身体长一样也不会认错灵魂，所以不会搞错。像墨子就不会认错灵魂啊，对啊，就是灵魂就这么一个啊，对啊，不会说因为细胞一模一样，跟你做一个复制人，所以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不是这样的，灵魂完全不一样，对啊。所以啊，如果看一些电影说什么我复制人，那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是吗？其实不是啊 ，DNA 一样，那个性什么可能一样，但是灵魂完全是不同的，对不对？对啊，对啊。所以看个体是从灵魂角度去看，不是那个身体长有没有一样，就算长得一模一样也不是同一个。那我问你就是那如果说我从 A 平行宇宙跳到 B 平行宇宙，那我原本的细胞是那样，但是我突然就变到 B， 为什么会这样？那原本的那个细胞那个 DNA 的我会被取代吗？被别的灵魂取代？没有啊，那个已经不存在啦。因为我们上有一集介绍，我们生命其实只是不断显化影格而已。那一个对你而言是上一个影格，那现在你跳了这个宇宙，这个是下一个影格，所以你已经在另外一个影格上面，而没有什么上面的之前的那个还怎样，那之前已经不存在啦。你已经进行到下一个影格。所以是除非是到8地菩萨、8、9、10地菩萨那种像佛陀那种的，不然不可能会有就是一次有很多视角切来切去。不会，对啊，没办法。就一个视角就是一个视角，一个视角就是一个视角，就不会说我跳平行宇宙有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我。对啊，不会，因为你只是选择在哪一个点去看待这个世界，所以你选择的在现在这个点看待世界，你就只存在于现在。之前从那个平行宇宙跳过来，那就已经过来了。那边其实就不是一个存在的事情。那像量子力学讲的就是，当你关注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才会以物质的现象存在。当你没关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波，它并不存在，它不会是一个真实的状态。那也就是说，那个你已经不关注，所以就没有了那个。现在关注现在这个点，现在的世界才用现在的方式呈现。所以对于那个来说，它只是一种信念。你已经从那个信念跑到这个信念，已经是现在这个，所以不会有另外一个人，不是同时存在于有10亿个自己，然后有10亿个可能性这样，然后同时他们在一个世界生活，其实不是，同时在不同的世界生活，而是我
选择了去站在现在这个点这个视角去看待世界的时候，我就存在在这里。当我移到另外一个点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不存在的。假设说，不管是我冥想，然后突然提高振动频率，还是喝死藤水，然后跳了平行宇宙，那我原本身旁假设说有我妈好了，然后房间就长得跟平常一样，那我闭眼睛，然后冥想啊，喝死藤水啊，睁开眼跳平行宇宙了，我就发现啊。整个房间都改变了，但是我妈跟刚刚穿的衣服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她也变了？然后她却说啊，怎么了？哎，我今天本来就穿这件衣服啊。她本来就穿这件衣服，她没有变啊。因为你已经选择在新的这个点去看待世界，在这个点她本来就穿这件衣服。但是她这个灵魂本来是在另一个平行宇宙的，那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平行宇宙遇到另一个她？那她的灵魂不是在这个平行宇宙？当然不是啊，没有另一个她，她就是这个她，没有另外一个她。可是你的电影里面只有你，没有别人。整个故事里面都是你正在显化你的故事，你正在显化他出现在这里，而且是穿着这样的衣服。那他跟你在精神上，在很深的层次上，在一切万有的层次上，你们是完全连接，所以你们会产生某一种，这已经讲得太深了。这讲到你们彼此会有一种精神的协议，然后在某一个当下，然后你跟他已经产生某种协议，好，你在这里扮演这个角色，然后我在这个平行宇宙出现，然后我看到你的时候你是怎样，而你也存在在这个宇宙，然后看到我是怎样，这就是在一个当下已经完全协议好，就是好比说讲好说我扮演什么，你扮演什么，然后我们现在预备 action， 然后同时在这里出现，然后就开始演那个，就这样。那这个 action 这个动作就是在你们在很深的层次里面已经去利用显化法则彼此协调好去显化出来的，那就等于说你们已经沟通好，你们要在这边扮演这个，所以你看到新的他不会有一个旧的，因为你们已经是协调好说要在这里演出这样的剧情，那所以现在这个剧情就是照这个剧情去演。那为什么我记得，但他不记得？他也跳平行宇宙了吗？是代表他跳平行宇宙，还是所有的事情我们显化出来只是信念而已。我们认为它之前存在在之前那边，那只是我们的记忆。我们会有这个记忆，说，它之前存在在那里。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记忆，包括连跳平行宇宙这些点，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信念跟记忆的组合而已。那就有观众问说，那这样讲，那为什么我跳平行宇宙，然后你说你定位在我存在的地方，那又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你也看到了跟我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你真的记得原本没有凉亭，原本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你是也跟我一起跳平行宇宙了吗？那为什么你没有像妈妈一样，都不记得了？我今天就是穿这样啊，就是有凉亭。我打个比方，但是这个比方不见得是100%精准的。所有平行宇宙的点像棋盘一样，你站在棋盘的时候，你只能往左右移，然后你可以移动不同平行宇宙。我当时站的点是棋盘的上面。我站在上面去看你到底移到哪一个点，你移到这个点，我就选择进入这个点；你移到这个点，我选择进入这个点。我是站在上面看的，我不是像你们在私底下讲好，然后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所以当时我只能控制说，我观察你在哪一个平行宇宙，然后我就参与那个平行宇宙，就变成这样子。真安心啊！所以我不管跑到哪里去，你都找得到。对啊，而且如果我不小心跳了平行宇宙，然后我找到墨子都还会记得跟我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他不是在那下面，就是不是在下面去协议好彼此如何显化这个角色情境的，不是这种。然后不是这种我跳平行宇宙，然后找到墨子，墨子你还记得刚刚怎样吗？然后墨子就说，我不记得啊，如果我不在了，他就会想办法找到我，然后站在比较高的点，然后去看我在哪里，然后直接来。所以你是跟着我一起跳平行宇宙的。所以墨子是跟着我一起跳平行宇宙，这就是我非常安心的一个觉得自己非常的幸福，所以我就不用怕了。跑到哪里去？结果会不会以后变成说我到处跑来跑去，你就一直在找我？有可能啊，当意识越来越开放的时候，跳跃就更大，这样跳来跳去。你确定你都找得到我哦？不会有那种找不到？不会。那就好。我应该也不会跑太远啦。所以刚刚讲了这么多，好像还是没讲到如何有意识的去跳出自己目前的轨迹而跨平行宇宙。其实这个就是观察者视角。这个视角。对呀，因为我们如果站在人物的属性，人物他再怎么变，他就是人物会碰到什么就会有什么反应。我们的信念几乎是固定的，所以连命相学都可以推算得出哪时候会碰到什么事。因为你的人物不管碰到什么事就会做什么反应，这个很难改变。
那很难改变，不是不能改变，如何改变？你就是站在观察者的视角就能改变。就是我明明会对这个事情发脾气，然后甚至会打人，但是我站在观察者视角，然后我就看到，我看到我生气了，然后我只看着他，我不理他，过一下生气不见了，那原本会发生的事情就完全都没发生。那这时候我就跳到不同层次的平行宇宙，就不是原来那个轨迹了。我从原本这个点是到这边会打人，然后接下来送医院，接下来干嘛？接下来干嘛？就这条 A 轨迹就是这样发展。但是我到这边，结果我扭转了 A 轨迹应该发生的事，那就变到B 轨迹去，B 轨迹的这个点就是我没有做任何反应，没有打人。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就变是 B 轨迹的事，而不是 A 轨迹的事。那这个就跳平行宇宙。所以观察者视角就是用来消化这些不同平行宇宙固定一定会发生的事。那这个有趣的是就是说，当我们真的能够跳出游戏变玩家，完全保持观察者视角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在每一个点，我们站在这个点比如说有50种选择。那我就可以同时看到50种选择，我自己决定选择哪一点。或者我就顺其自然，就照原来的轨迹，反正它会怎么走就怎么走。这时候你是一个超级玩家，就是你同时会出现很多种可能性，你同时有很多个平行宇宙可以选。当然这只是初步的，最终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同时可以走50条，那个是百千万亿化身嘛，同时百千万亿条。但是在这个当下，我只要可以看到。我不被我惯性所拉走，我就重新有了新的选择，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轨迹，或者照原来的轨迹，我都可以，都是一种选择。所以这就代表说，当我们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变成自由。我们就从平行宇宙中解脱出来，变成一个自由个体。我不会被固定的反应所制约。平行宇宙就是一个固定反应、固定显化的一个现象。但是我因为改变了固定的反应。我从 A 信念我改成 B 信念，所以我就跳到了 B 平行宇宙。一切的我们说现实都是由我们的信念所显化，所以我们改变了信念就改变了平行宇宙。解释出来就是这样子。那你不是说在开悟以前，一般人很难一直维持那个观察者视角？没错。所以要变成超级玩家，还是开悟是一个必须的选择？还是得先不解释吗？还是得先不解释？没错。那会不会有那种我好想要玩，所以要开悟的？就是开悟后我好像比较好玩，是吗？开悟后比较好玩，开悟后当然会比较好玩的确会比较好玩。可是又说开悟就是没有就空的怎么会好玩？空的是因为你站在玩家的角度，然后人物还是有的。就是你这时候用玩家心态去操控人物，你就变得很活。就原本你不敢做极限运动，你就去做；原本不敢跳伞，你可以去跳。你这人物就变很好玩。你原本人物不能玩的事情，现在都变可以玩，所以它就变很有趣啊。就是人物会觉得好玩。人物跟观察者其实是一体的，它其实不是一个分开的。一切就像我们在梦中，整个梦就是我们的整体。看到做梦的那个也是我，然后梦里面的情节也是我。那有什么佛经可以跟这个呼应吗？佛经跟这个呼应，就是说那个小我其实是跟那个观察者玩家是一体的。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就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一就是指那个整体。那我就是那个整体原来我就是那一切，所以我就是整体，整体就是我，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我既然是那个整体，我就可以选择在那个整体里面爱怎么玩都行。这个就是佛法讲到的部分。但是会不会这就变成大家都为了要玩而想要开悟，要开悟这样？可是这个有一个先决条件，就不解释了。如果你太执着玩，你就很难不解释。对啊，我好想玩，好想开悟。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你太执着人物要变成怎样，你怎么能跳出来变玩家？所以你要先放下人物，才能变玩家。就可能这个人物可能要玩到某一个程度，自己玩到某一个程度，然后自己不想玩了，然后就，然后开悟了也不见得想玩，因为人物已经不想玩了，会不会？有可能啊。对啊，对啊，就是跳出来就更不想玩都假的，有什么好玩的？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很悲哀啊！跳出来什么都没有，跳出来虽然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它却是什么都有。就是原本我只有一种选择，现在变无限种选择，它就变什么都有。它不是像那种我失去一切的那种感觉，反而是我拥有更多。
它不会让你感觉失去一切，这是可以肯定的。不是一种跳出来之后哇一种无限空虚感，不是这样。跳出来相反的是你拥有了全世界，就你就是那个全宇宙，你会觉得很满足的，你不会觉得说跳出来之后哇好孤单。那不会像有钱人一样会玩腻吗？就是因为我太有钱，我什么都买得起，那所以就很没有乐趣，就是我什么都有了就它反而不是这种东西。然后就回家嘛，就不是这样吗？它不是这种东西。不是。这讲到一个，这讲到又很深。没关系。反正听得懂就听得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每个人都有很多理想、很多想法，然后每个人都想追求一些东西。然后有人想追求我画画的最高境界，有人追求武术的最高境界，然后有的人追求很多金钱，能够拥有很多金钱，然后有人想要权力，他想要高高在上，下面有很多人都在他的脚下屈服于他。每个人他的选择想要的东西不同，但是每个人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不管追求什么，最后都会发现说，奇怪，我拿到了，但是这个却不能满足我。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它只是一个短暂的可能开心或者喜悦，然后马上就会失去那个喜悦。你获得的同时，就是你失去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就是你很想我好想买一台保时捷跑车啊，当你买到的时候，好像也还好啊。那结果开1个月之后，就交通工具一点感受也没有。就是你还没得到的时候，你会有很想要得到的心；当你得到的时候，就是开始失去它了。对啊。那这个代表什么？这个其实代表说，没有一件事是我们真正追求到的最终满足。那个满足到底在哪里？根本就不在这些追求里面。那个满足在外面。当你在玩家的时候，你发现满足了，那这圆满的，那满足了，有那个满足感的时候，你是因为那个满足感而觉得说，不需要了，而不是说人生超乏味、超无聊的，然后不想玩了，不玩了，回家吧，不是这么消极的，而是觉得我现在什么都已经有了，我拥有了全宇宙了，我还需要玩吗？其实不一定。那以这种心态很满足的回家，是含着笑容回去的，不是含着泪水不是那种没什么好玩，算了，走人吧，不是这样。所以大家其实不用担心，就是我们追求的最终满足会在你跳出来的时候达成，而不会让你觉得很无聊这样，不会这样子。可是像为什么我觉得圆满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代表一切万有我们就体会到在一切万有的一体性里面就得到满足了。因为双生火焰。对啊。圆满了。这么闪。这么闪。大家眼睛。不好意思哦。双生火焰就是这种就是这么的有爱啊。这么的有爱。对。